今天的视频呢，我们要聊一聊胰岛素的真相。大多数的人认为，胰岛素干的事情就是降血糖啊。实际上，胰岛素在我们身体里面帮助我们降血糖，只是胰岛素所有工作里面的一小部分而已啊。我们对它比较熟悉的原因，是因为它直接影响我们的血糖变化，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代谢健康，所以我们对胰岛素的认知，大多数的时候都停留在这个地方。其实胰岛素在我们身体里面扮演的角色其实蛮复杂的，而且很重要的。身体没有胰岛素的人，不仅仅是你血糖代谢有问题啊，你整个生理机能都会有问题。在过去没有人工合成注射胰岛素的发明之前，1型糖尿病的孩子年纪很小很小就会离开我们的。那人的身体不可以没有胰岛素的。胰岛素是我们身体里面很重要的一种激素。我们可以把我们身体的某一些激素分成合成类的激素或者是分解类的激素。有一些激素是替我们合成的，有一些激素是帮我们分解的。那举个例子来说，胰岛素就是我们身体的很重要的一种合成激素。你身体要长脂肪，需要比较多一点的胰岛素帮你合成脂肪。你身体需要长肌肉，你需要胰岛素的帮助，把你食物里面的蛋白质转化成了氨基酸，送到你的肌肉细胞里面去长肌肉。它是我们身体很重要的一种合成激素，所以营养的合成、细胞的生成、组织的修复都需要胰岛素的帮助。我们身体里面还有其他的合成激素，比方说睾酮，比方说生长激素有一部分的作用，比方说甲状腺素有一部分的作用。分解型的激素有哪些呢？比方说胰高升糖素，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升糖素。当你血糖比较低的时候，胰高升糖素来了以后，会帮助我们身体释放肝糖原出来，分解肝糖原，把它分解为葡萄糖，它是一种分解激素。当我们身体严重缺少能量，胰高升糖素会跑到我们的脂肪细胞上面去，会帮助我们的脂肪细胞分解体脂肪拿出来燃烧，拿出来使用，它是一种分解激素。我们身体激素其实有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类型啊。但是胰岛素呢是合成激素之王啊，我们身体许许多多的合成功能都对胰岛素有严重的依赖。所以我们刚刚讲了，合成脂肪需要胰岛素的帮助，合成肌肉需要胰岛素的帮助，蛋白质进入我们的细胞需要胰岛素的帮助。各位听到蛋白质的时候，你可千万不要仅仅想是你的肌肉需要蛋白质啊，你的骨密度也需要蛋白质啊。形成一个健康的有弹性的骨质是需要优质的胶原蛋白的，优质胶原蛋白就是蛋白质，所以这些东西全部都需要胰岛素的帮助。所以它在我们体内扮演的角色远远不只是处理葡萄糖这么简单呢。如果我们把胰岛素的角色分成2部分，一部分是帮我们处理血糖，一部分是处理我们身体的生理机制。如果我们把血糖的这个部分因素拿走，仅仅是为了维持我们身体正常的生理机制，我们身体对胰岛素的量的需求其实很低。我们身体维持正常生理功能呢，我们不需要很多胰岛素的，你知道吗？我们可以去从统计数据里面可以看见，所谓正常健康的胰岛素的范围是多少？你可能会看到参考值大概是2点几到20几，参考值的范围非常的大。但是无论如何，它是根据统计最后他们医疗机构决定的。但我们认真去看正常代谢健康的人，空腹胰岛素大多数时候是在大概4到8之间，这样的人群是最多的。即使你3天不吃东西，5天不吃东西，甚至于10天不吃东西，你的空腹胰岛素依然在这个范围里面。说明什么？说明这种空腹胰岛素是不受任何食物影响的，因为你已经几天不吃东西了。那你这空腹胰岛素是哪里来的？你这个空腹胰岛素是我们的身体根据自己身体的实际需求，我们的胰腺制造出来的。原来我们身体维持基本机能所需要的基础胰岛素其实并不多呀，空腹胰岛素大概在4到8之间，就是我们身体需要的基础胰岛素，就这么多。超过这个的，基本上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受饮食影响的。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情绪的变化、压力的变化，我们身体对胰岛素的需求会有变化。所以我们身体真正影响我们身体胰岛素变化的因素，饮食呢大概占到了60%，甚至于更多。那么胰岛素在我们身体里面出现变化最多的时候，
就是我们饮食里面开始摄入比较多的碳水化合物的时候了。我们饮食里面的热量来源有碳水化合物、有蛋白质、有脂肪，这3种热量来源对我们身体胰岛素变化的强跟弱都不一样。影响我们身体胰岛素变化最大的是碳水化合物热量的摄入，蛋白质热量的摄入对我们身体也依然会有胰岛素变化的影响，但是它变化的影响远远不如碳水化合物这么剧烈。脂肪吃到身体里面以后也会引起一些胰岛素的变化，可是那个胰岛素的变化非常非常的低，非常的弱，几乎监测不出来。所以这3种不同的热量来源对于胰岛素的变化有重大的区别。我们日常饮食里面给我们身体带来最大的冲击是什么？就是我们长期的大量的摄入碳水化合物，导致我们的身体需要长期的大量的制造胰岛素出来处理这些葡萄糖。不要忘记了，我们的身体胰岛素的基础需求其实并不高，所以大多数的时候我们的胰腺需要制造更多的胰岛素，都是在处理我们食物里面吃进去的热量。那我再强调一次，碳水化合物的热量吃的越多，我们身体对制造胰岛素的需求就越多。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的细胞逐渐的适应了一个比较高胰岛素的环境，你就需要有更多的胰岛素，细胞才能够去处理，才能够接收到胰岛素的指令去做它需要它做的事情。意思就是说，如果你长期把自己的代谢环境放在一个高碳水化合物热量的饮食结构下面，时间久了之后，你的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就会下降，那么你的身体就需要制造比较多的胰岛素才能够完成它所需要完成的任务。再过一段时间，因为胰岛素更多了，那么你细胞对它的敏感度就更进一步的下降了，这时候你的身体就要制造更多的胰岛素才能够完成它所需要完成的任务。渐渐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呢，就叫做胰岛素抵抗了。早期出现胰岛素抵抗的时候，就说明你的代谢健康和你身体的代谢环境开始恶化了，你的代谢健康开始越来越不好了。如果你的代谢比较健康，你身体的代谢灵活度往往是比较好的，它比较不容易有饥饿感，比较不容易有疲劳疲惫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你身体可以调动不同的能量来源你身体可以燃烧葡萄糖，你吃进去的碳水化合物燃烧完了以后，很轻易的就可以调动肝糖原，因为你有灵活度。调动肝糖原如果来不及，你需要的能量更多，你身体可能还可以去调动体脂肪给你提供能量，这个是有灵活度的，代谢灵活度。可是当你的代谢健康渐渐的恶化，你的胰岛素一直都处在比较高的位置的时候，这种代谢变化就开始僵化了。这个时候当你饮食里面吃进去的葡萄糖给你提供能量渐渐用完的时候，你的肝糖原不那么容易释放出来了，你的体脂肪不那么容易调动出来的时候，因为你身体需要能量，它得不到啊。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饥饿感明显上升，或者是你发现自己疲惫感明显上升了，你渐渐的就开始失去了你的代谢健康。最明显你的感觉，第一个就是饥饿感越来越强烈，饥饿感的频次越来越高。第二个，你就会感觉到自己容易疲惫，容易疲劳，容易精神状态不好。当你发现你自己身体有这些变化的时候，你就需要开始关注了，你的身体是不是已经出现胰岛素抵抗了，尽快的恢复你的代谢灵活度，这个是你可以控制你自己代谢健康，你能够做到最好的一件事。所以胰岛素的真相，它并不是简单的处理我们的葡萄糖，但是它对我们身体的代谢健康非常的重要。长期让身体处在高胰岛素的状态下，它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严重的危害。失去代谢灵活度仅仅是第一步，你的代谢越僵化，你发生代谢综合症的可能性就越高，胰岛素抵抗的可能性就越高，各种各样慢性病，各种各样的慢性炎症渐渐的在你身上渐渐的都会看见。所以对胰岛素有正确的认识，对我们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